因为童年时遭受虐待留下阴影，男人决定找一个同样悲惨的男孩治愈他的一生。只是他寻找的方式有些特别，和同伙冲进一个寡妇家里，将男孩强行抓走，可同伙却不偏不倚盯上了男孩的武器，这让他怒火中烧。将同伴踹倒后，他看向了惊魂未定的男孩，他很明确，男孩的眼神中满是恐惧，因为那与童年自己感受到恐惧时的眼神一模一样。于是他选择了更为温和的方法，他问男孩能否把枪捡起来还给自己，可下一秒他却说 Point it at me. Point it. Now say, stick him up.Stick him up. 他很庆幸男孩敢于反抗，可这时邻居家大爷却端着猎枪一把冲了进来。他在刚刚看到有人入室抢劫，便赶忙拿起武器前来救援，但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让老人有些恍神，再加上有2名人质被劫匪挟持，老人并不敢贸然开枪。于是在不其承诺绝不会伤害男孩后，老人选择了当下最为安全的解决办法。于是在天色破晓之时，2名劫匪开着偷来的汽车带着男孩扬长而去，可没曾想在行驶途中，同伙因不及阻止了他侵犯女人的恶行，竟拿起手枪四处射击泄愤，不仅击破了农夫的水塔，还击穿了汽车的顶棚，就连菲利普也没能幸免。但就是这一巴掌彻底激怒了布奇，他当机立断让男孩帮忙握紧方向盘，自己则淡定地起身转向后座的同伙。 2 seconds, I'm gonna break your nose. That's a threat. 他趁机夺过手枪，被通缉的同伙这才老实起来，因为布奇最痛恨的就是无端朝孩子撒气的人。在逃亡的路上经过一家商店，布奇想要下车买些补给，于是他让男孩用枪指同伙保护自己，可同伙却不以为意。You're a fucking crazy man. 此时车上就只剩下菲利普和那个男人。虽说菲利普手里握着枪，可到底还是个天真单纯的孩子。男人几句花言巧语就让他放松了戒备，他瞅准时机一把夺过了手枪，然而枪里压根就没有子弹，自己被布奇耍了。可同伙却偏偏是个恋童癖，这让男孩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就在他准备施暴时，菲利普猛地一口咬住他的耳朵，随后抓起那把没子弹的手枪慌忙逃走。他一头钻进旁边的玉米地躲了起来。布奇买完东西回来，发现车里空无一人，又瞧见同伙在玉米地里不停地四处搜寻，他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对了，兄弟们，毕业想租房子，推荐能和房东直接租的58同城，没有中介费。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菲利普几乎快要放弃挣扎，幸好布奇及时赶到，他示意男孩别出声，而此时同伙正处在兴奋头上。Hey boy, just hope I don't find you. 但同伙并不在乎，因为他知道枪里并没有子弹。可下一秒 But you and me are friends. 菲利普拼命地跑出玉米地，随着一声枪响，玉米地里恢复了平静。布奇只身一人走了出来。此时商店老板听到枪声，已经拿起了球棒，做好了自卫的准备。但布奇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只是叮嘱他回到屋里去，全当没看见。但此时菲利普却很害怕，他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布奇见状给了他一个选择的权利，问他要不要继续一起走呢？可没想到菲利普却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和布奇踏上了逃亡之旅。路上为了安抚菲利普紧张的情绪，布奇为他拧开了汽水，还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起了故事。 This is a 20th century time machine. I'm the captain, and you're the navigator. Out there, that's the future. And back there, well, that's the past. If life's moving too slow, you want to project yourself into the future, just step on the gas right here. See? And if you want to slow her down, well, hell, you just step on the brake here, and you slow her down. This is the present, Philip. Enjoy it while it lasts. 此刻，菲利普对布奇所说的那些话似懂非懂，但他却格外喜欢这个游戏。毕竟，对于从未见过父亲的菲利普而言，布奇身上散发着一种他此前从未感受过的独特魅力。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变得亲近起来。与此同时，这起绑架小男孩的案件已然登上了新闻头条。恰巧州长选举日期临近，倘若小男孩有个3长2短，州长必定会损失大量选票。于是，州长紧急下令，要求警长以最快的速度侦破此案。在逃亡途中，布奇知道他们开的这辆车已经被警方通缉了，他急需换一辆车，这需要菲利普帮忙偷偷去看看远处的那辆车里有没有钥匙。然而菲利普却有些犹豫不决，不过布奇并没有因此而恼怒，只是温和地对他说 Don't have to if you don't want to. But I appreciate it, you being the new navigator and all. 没曾想此话一出，菲利普却笑了起来，他选择了帮布奇一次。
在确认钥匙就在车内后，布奇则大摇大摆走进后院，顺便带走了正在晾晒的干净衣物。离开时还不忘和车主打了个招呼，车主下意识地挥手回应，但下一秒才回过神来，他连忙追了出去。布奇赶紧让正在尿尿的菲利普上车，农夫则趁机紧紧扒住了车窗。眼见对方没有放手的意思，布奇掏出手枪，做出要开枪的架势。菲利普担心布奇再次冲动犯事，情急之下一口咬住了男人的手。菲利普用自己的方式救了农夫一命，但其实布奇只是想吓唬对方一下而已。路上，布奇再次和菲利普聊起了天。Me and you got a lot in common, Philip. Both of us is handsome devils. We both like RC Cola. And neither one of us got old man worth a damn. 可这句话却让菲利普有些恍惚，他对父亲还是有一些期盼。My mama says he'll come back, probably when I'm 10 or so. Well, she's lying to you, pure and simple. All right? He ain't ever coming back. Guys like us, Philip, we gotta be on our own. Seek foolish destiny. That sort of thing. 在途经一个小镇时，布奇瞧见了一家服装店。此时菲利普还只穿着一件上衣，布奇便想着给他添置些衣物。可就在布奇挑选货品时，小镇里的巡逻警察发现了布奇的车，他赶忙呼叫指挥中心请求支援。与此同时，电视里正在播报布奇的通缉令。商店老板也认出了布奇，他刚想伸手去拿电话报警，却被布奇一个充满威胁的眼神吓得缩回了手。随后布奇慌慌张张地出门去开车，却发现菲利普不在车上，而此时警察已经将布奇围住。于是布奇没有丝毫犹豫，一脚油门撞了上去。好在2个实习警员经验不足，一时还奈何不了布奇。他驾车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商店门口，但菲利普怀里却好像藏着什么东西。Buzz, you little shit! Shoplifting is a crime. Up to you, Buzz. 布奇再次将选择权交给了菲利普。临走前，他警告店员不该凶菲利普，然后就一枪打碎了店铺玻璃。两人成功甩开了警察，一路来到郊外一座破旧的木屋旁。在这里，菲利普坦白了拿这套万圣节小鬼服的原因。他说他从小到大只能看着其他小朋友过万圣节，可自己的妈妈却从不允许他去玩。即使他不止一次地和妈妈说过他喜欢万圣节。男孩本以为偷东西引来布奇的责骂，可布奇却并未指责他。 Let's understand each other. Stealing's wrong, okay? But if there's something you need bad, and you ain't got the money, it's okay to take a loaner on the item. What you call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恰逢此时，警车呼啸而过，他们又一次踏上了逃亡之路。可在菲利普的眼中，这早已不再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劫持，而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特殊旅行。布奇把菲利普抱到车顶，让他感受着风驰电掣，体验着如同坐过山车般的刺激。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体验。母亲用爱的名义绑架了孩子，将他束缚在家，从未给过他自由的天空。而眼前这个被称作罪犯的人，却以绑架的名义释放了一个孩子与生俱来的自由天性。突然，对面驶过来一辆房车，他们把它比作是一条巨大的鲸鱼，还兴奋地和对方按喇叭打招呼。对方也十分热情地回应着他们。但不巧的是，车上坐着的正是调查此次绑架案的警察。You said the boy stole a Halloween costume. Which one? I believe it was Casper the Friendly Ghost. That was him. They just passed us. 警员们反应过来，立马掉头去追。而这时，布奇也发现了他们。在加速逃跑前，他让菲利普爬到座椅下，好好躲起来。Why? Hell, I don't know. 'Cause I said so. 他巧妙地利用小车灵活的优势，一个急转弯就拐进了狭窄的小路，而后面紧追不舍的拖车由于速度太快，车身和车厢竟分道扬镳，一头扎进了旁边的树林里。就这样，布奇成功甩开了警察。不过好运似乎并不会一直眷顾着布奇，前方公路正在施工，车辆无法通行，接下来的路程他们或许只能徒步前进了。菲利普满心好奇，忍不住问布奇他们到底要去哪里。布奇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缓缓掏出一张已经老旧发黄的明信片。It's Alaska, Philip. Last of the wild frontier. It's pretty. It's beautiful. You ever been there? No. 布奇并没有说自己为什么要去哪里，他只是说阿拉斯加一定是个美丽的地方。在找到下一辆合适的交通工具之前，布奇决定先去弄些吃的填饱肚子。同时为了弥补菲利普没有体验过万圣节的遗憾，布奇提议去玩万圣节的导弹游戏，但没想到菲利普却拒绝了。他已经习惯了没有万圣节，即使现在有了机会，那最初的想法也早就已经被扼杀。这时布奇再次给了菲利普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Now, Philip, I'm asking you. I ain't asking your mother. I ain't asking Jehovah. You want to go trick-or-treating or not?
在犹豫一刻后，菲利普还是点了点头。他从未如此高兴，也从未想过有人会正视他的需求。他一把跑到布奇身边，牵住了他的手，然后就默默地跟着他。他们来到一户农家，在布奇的鼓励下，菲利普喊出了那句口号 Trick or treat。但夫人以万圣节已经过了为由，拒绝了他。于是布奇不经意间露出了腰间的手枪，这让老夫人瞬间脸色大变，连忙拿出家中的食物和糖果，最后还不忘塞给菲利普一把钞票。What do you say, Philip? Thank you。就这样，两人在车上饱餐了一顿。中途布奇下车勘探路况，发现前面有警察设卡，看样子只有搭乘别人的车还能蒙混过关。可他下车时却忘了拉起手刹，而此时车里只坐着一个他刚绑架的孩子。Philip! 可一个孩子，他根本没接触过汽车，周围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幸好在最后一刻，男孩成功踩停了刹车。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就在男孩刚从驾驶座上起身，汽车竟又从半坡上溜了下来。但这次男人却并未躲开。Brake, Philip! Step on the brake! Oh! Hell of a job, Philip! Never had a doubt! 布奇以刹车失灵为由，成功搭上了正在露营的一家4口的顺风车，也顺利的在关卡躲过警察的盘查。主人夫妇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一路上谈笑风生，3个孩子也玩得不亦乐乎。直到主人的2个孩子打翻了饮料，女主人瞬间变了脸色，对自己的孩子怒骂呵斥，甚至重重的把儿子摔在座位上。这一幕正是布奇最看不惯的行为，于是他决定给这对父母一些教训。他和善的将一家4口请下了车，然后还非常友善的帮他们搬下行李。男主人只能无奈的叮嘱他，对自己的新车温柔一点。New, you know, so if you keep it under 45, say for the next 500 miles, I appreciate it. You know I will, Bob. 晚上，两人来到一家餐厅，没想到老板娘一眼就相中了布奇。她告诉布奇，老板早已不在，并且到了晚上，店里几乎不再会有客人。言语间尽显挑逗。布奇让菲利普去停车场等候，可菲利普透过窗户还是看到了不该看的画面。下一秒，布奇便夺门而出。菲利普忍不住地问他 You love her? Who? The lady who cooked the hamburger. Yeah, Philip. Yeah, I love her. 很明显，布奇向菲利普撒了谎，但他只是想告诉心智还不成熟的菲利普，告诉他不要像自己一样成为一个随便的人。深夜，他们来到一处田地里暂作休息。I want to go home. 布奇和菲利普保证很快就会送他回家，但临别前，他希望菲利普能大胆做自己。随后，他让菲利普写下自己的愿望，哪怕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也想尽力帮菲利普实现。那晚，夜色静谧，微风轻柔，仿佛这名罪犯心中藏着的美好世界都化作了这温柔的夜色。另一边，负责追捕的警察们在树林里过夜。女警员满心好奇，为什么当年布奇案件里的记录少了一页？为什么布奇只是因为开车超速，本该被判处缓刑1年，却直接被判了4年刑期？警长面露惭愧，但他还是给出了答案。他说，布奇的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在布奇母亲去世后，如果把布奇留在他父亲的身边，不出1年，布奇的犯罪记录恐怕一本书都写不完，因为那个混蛋父亲一定会教唆布奇干出些坏事。所以警长买通了法官，选择把布奇送进了监狱。他认为这是对布奇的保护，可事实证明，警长太过自以为是，他剥夺了布奇最美好的那段青春年华。在布奇这边，一道强烈的灯光照了过来，布奇紧张的拿起枪，却发现是一个老人。老人解释，他是这个田园的雇工，在夜间工作是因为凉快。得知布奇和菲利普只是想在这休息后，老人热情地邀请他们去家里过夜。他们相处得十分愉快，布奇会带着那家的男孩做游戏、翻跟头，也会陪着美丽的女主人跳舞。菲利普也很快和男孩成为了好朋友。可接下来的事情又让布奇积攒了愤怒的情绪。Hey, boy, run out there and get my thermos out the truck. Hey, you can't hear me or something? Boy, I got sent God give a chicken. 可就在这时，老人打开了收音机，里面正播报抓捕布奇的新闻。布奇赶紧关掉收音机，拿下了老人手里的小刀，并表示自己只是稍作停留。可就在他准备带着男孩离开的时候，老人的孙子却拦住布奇，央求他再带自己玩一次翻跟头。布奇刚想弯腰抱起男孩，老人却一把扯过孙子，抬手就打了他一巴掌。看到这一幕，布奇顿时怒不可遏。What you want, going to Cleef? He didn't move fast enough for you? Is that it?
Huh? Maybe he gets excited sometimes. You don't hear everything you say. You make me sick to my stomach. 正是他童年时父爱的缺失，让他见不得这种情节。他也想听父母亲口说爱他，但他从未有过此番经历。这时，布奇让菲利普帮自己拿着枪，自己则扯过男孩，打算陪他做后空翻。He don't trust you no more. You gotta earn that, you know. Go ahead, put your hands between your legs. 可即使后空翻这本是个游戏，但此刻却显得无比尴尬又诡异。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布奇，气氛紧张的让人窒息。接着，布奇下达了另一个严肃的命令，他要他为孩子道歉，还要求老人对孩子说出“我爱你”。I love you. No, man. Say it like you mean it. This boy knows I love him, mister. Say it. Please, mister. I got a sense about you. I know you a good man. No, I ain't a good man. I ain't the worst neither. Just breed apart. Now say it, Mac. Say it. It don't cost nothing. Clea. I love you. God. It's beautiful. 这时，布奇用绳子和胶带将他们绑了起来。他的本意其实是担心他们报警，可这一幕在菲利普眼中却充满了恐惧与扭曲。他误以为布奇又要行凶杀人，顿时被吓得眼泪直打转。他颤抖着拿起手枪，朝着布奇开了枪。随后，菲利普慌乱中将手枪丢进井里，又拔掉车钥匙，匆匆离开现场。在他看来，这是为了正义该做的事。在布奇追上去之前，他把小刀轻轻放在了桌面上，在感谢了老人一家的热情款待后，才转身追去。只是菲利普身上穿着的小精灵戏服不小心被天网刮破了。与此同时，警察们恰好瞧见了慌不择路的菲利普。而当布奇看到地上扯下的布条后，他立刻追了上去，边追边朝着菲利普大声喊道：“他并不怪罪菲利普，因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I don't think I'd have killed him, though. Only killed 2 people my whole life. One hurt my mama. One hurt you. 菲利普吓得爬到了树上，布奇来到那棵树下，他坦白了自己的身世，也说出了自己为何执意想要前往阿拉斯加。原来布奇从小在妓院长大，那时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而母亲也忙于接客，无暇顾及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每天都会遭受各种坏人的霸凌和虐待。8岁那年，他开枪杀了第1个人，但因为对方是通缉犯，而且当时正在伤害他的母亲，所以布奇并没有被警察追究责任。不过在布奇12岁时，母亲还是因为没病选择了自杀。在母亲去世后，他对父爱的渴望更为深切，可没曾想，还未等到他与父亲团聚，自己就因汽车超速的事情被终判入狱。他原本对生活已经不抱期望，但在坐牢期间，父亲却从阿拉斯加为他寄来了明信片，这成了他心中唯一的念想。 Dear Robert,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me leavi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Alaska i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colder than hell most all the time. Someday you can come and visit, and we'll maybe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话语简短而温馨，是布奇记忆中渴望的父亲的模样。说着说着，布奇瘫倒在地，菲利普有些后悔，他爬下那棵树和布奇道歉，但布奇却并未怪罪他，相反，他很庆幸，因为明天菲利普就会登上报纸，成为人们口中击毙罪犯的英雄。与此同时，警察带着菲利普的妈妈赶到了这里，狙击手也架好了手里的枪。尽管菲利普是布奇现在唯一的筹码，但布奇还是决定放他离开。可菲利普年幼的心灵里却很失落，因为自己的那一枪让布奇没办法去他想去的地方了。可布奇依旧没有怪罪他，他让菲利普戴上小鬼面具，说要再和警察们玩一次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他向警方提出条件，让他们准备糖果。警方照做后，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布奇要来了菲利普的愿望清单。他希望男孩的母亲能重视孩子的期望。 She's got a promise to take him to the fair, for roller coasters and cotton candy, whenever he wants. She promises. Make her say it! I promise
之后，布奇把所有钱塞给了菲利普，十分认真的和菲利普道别后，让他举起手，慢慢的回到妈妈身边。Bye, Philip. It's been one hell of a ride. All right, Captain. Make way for Casper the Friendly Ghost. Friendliest ghost I know. 在菲利普离开后，布奇则是拖着受伤的身体，朝着阿拉斯加的方向艰难地爬行。那个方向收留着他的愿望，即使那并不会实现。可菲利普才刚走到一半，就停下了脚步。他回望正在匍匐的布奇，一番思想斗争后，他一把扔掉了面具，然后向布奇全力奔去。因为菲利普知道，如果自己就这样离开，那么布奇一定会被警察射杀，所以他选择了回来拯救这位亦父亦友的男人。他们大手牵着小手，或许只要布奇去自首，那么若干年后，他们说不定能一起组建一个完美的世界。联想到这儿，让布奇突然慌了神。 So I guess that's it for Alaska, Philip. 警长见状也放下了配枪，他下令没有自己的命令，其他所有人都不能开枪，然后独自一人朝布奇走去。而看着眼前的警长，布奇却是觉得眼熟。 Do I know you, friend? No, not really. 接着布奇跪在地上，他有一样东西要交给菲利普，或许今后菲利普可以替自己去阿拉斯加。可身后的狙击手却以为布奇要掏出手枪，在布奇拿出明信片的瞬间，狙击手不顾警长和女警员的反对，扣动了扳机。Damn, Buzz. Shot twice in the same day. 紧接着，菲利普赶来的妈妈迅速将他们分开了，而失去了菲利普的布奇再一次重重的倒下了。只是那张还没来得及交到菲利普手中的明信片被他紧紧攥在手里。菲利普多么希望布奇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阿拉斯加，去那个纯净的地方看看，可面对这一切，他却无能为力。那些从他小精灵戏服中露出的钞票，此刻就像废纸一般，再也没有了意义。 Whoa, back off! Take it easy, man. What the hell was that all about? I didn't say when. God damn it! 在最后，菲利普坐上了返程的飞机，看着布奇像是熟睡的面容时，他停止了哭喊，因为那个人会永远活在他的记忆里。射入布奇身躯的2颗子弹，一颗是他为教育所付出的代价，另一颗则是他命中注定的宿命。他以父亲的身份弥补了自己童年的缺憾，塑造了菲利普的人格，更为他指明了人生的方向。菲利普虽从未见过亲生父亲，但他无疑是幸运且富有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布奇就是他的父亲。布奇自幼缺爱，因此极度渴望拥有完美的一切，所以当他遇到同样缺失父爱的菲利普时，他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他，最终成就了菲利普，也救赎了自己。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布奇看到了菲利普，就像看到了童年的自己，他带走了菲利普，也仿佛带走了那个曾经受伤的自己。他终于相信，这个世界上或许真的有鬼魂，眼前这个开枪打伤他的小鬼，就是童年自己挥之不去的幻影。这是成长路上最动人的逃亡，这就是他们心中的完美世界。而通往这个完美世界的入口，是布奇驾驶着那辆载满回忆的车，开往菲利普童年的时光机。2个陌生人在逃亡中亲近了彼此，是结尾和人质，像父亲与儿子，彼此完整了各自缺失的父子情。无论结局如何，在那时光机锚定的瞬间，他们已然抵达了心中的完美世界。再见，布奇，再见，这个完美的世界。